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肌肉是反复的拉伸跟收缩的。我们要做的运动的一个方式，反而是动态伸展。其实呢，伸展的次数呢，通常我们会建议大概就是6到8下之间。比较紧绷的肌肉，可能多伸展一个2、3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千万记得不要过度伸展，反而会导致它会紧张，会保护它，避免它被拉扯过多而变成受伤的状态。动态伸展可以有效的增加我们的运动表现，同时降低我们的运动伤害。大家看完影片一定是想说，教练，我好像没办法进那么多伸展呢。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推出教练带你做系列，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影片，边跟着教练做，来帮助你的学习哦。嗨，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要来教大家的就是静态伸展。很多同学呢，就是会问教练说，为什么我们跑后啊一定要有这个静态伸展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到底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当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因为运动的强度以及对于肌肉的刺激，你的肌肉呢会不断的缩短。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缩短的状态下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静态伸展来有效的帮助你的肌肉慢慢的恢复到它原来的长度，来去迎接下一次的一个训练哦。我们的动作呢，其实都会是保持在静止的，而且是深而缓慢的一个拉伸。那在做动作的时候，请你记得是要保持你的呼吸。很多的同学呢，因为了求好心切，都会是有一种过度伸展。那什么是过度伸展的感觉？当我们在伸展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大脑会有相对应的一个回馈，比如说像是酸痛。那有些人如果伸展到的是疼痛呢，就是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压迫感很重的话，其实我们就要尽量避免这种压迫感非常重的伸展，因为这样子的过度伸展反而可能导致拉伤的现象。所以其实我们在伸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你只要保持在微酸的状态下，其实就好了。那特别注意静态伸展呢，我们多数呢都是着重在特定肌肉的伸展，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就是几条比较重要的跑者的肌肉，然后我们来进行动作上的伸展以及教学。我的习惯呢是在做这个静态伸展的时候，我都会是坐着做，或者是躺着做。为什么我会不喜欢站着做呢？因为站着做的时候，其实身体来讲的话，相对的，因为你会需要整个下肢的一个支撑的感受会比较重一点点，而且你的心率稍微的也会比较高。而坐着做的时候呢，其实包含了心率比较低的状态下，你的身体、你的心理都会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其实对于你的静态伸展，在整体的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做静态伸展的时候，如果环境允许的话，我们都可以是坐着做静态伸展，让你的整个身体跟心理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我们的静态伸展呢，要做多久？基本上啊，你大概做10秒到20秒。甚至你想要更长拉长的时间到30秒，基本上就 OK 了。有发现就是说，如果你做超过60秒啊，其实对于你的这个伸展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想说伸展的越长时间效果越好，其实没有。你10到30秒之间，其实对于你的肌肉在运动后的一个整个的延伸，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其实就非常有帮助咯。那首先呢，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内收肌的教学。我们的双脚呢，帮我并拢。脚后跟呢，帮我放到我们的身体的位置，双手抓到我们的脚掌前方，慢慢的身体往下压。往下压的时候，尽量从我们的下背往下压，头部保持稳定，伸展我们的内侧的肌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伸展我们的股二头肌，右脚往前伸直，双手呢，我们会叠在一起，慢慢的往前延伸。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碰到你的脚尖的话，你就放到你的前侧的胫骨也是可以的，依照你的个人的柔软度进行伸展的动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换脚的动作咯。好，下一个动作呢，臀中肌的伸展，把你的左脚放到你的右脚外侧的膝盖，双手呢，你可以帮我抱住膝盖的外侧，上背帮我打直，然后把你的臀部的位置往身体靠拢，眼睛帮我直视前方，保持深呼吸。好，换边。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躺下来哦。躺下来之后呢，双手帮我合十，
抱到你的膝盖的位置。我们要来伸展的是我们的臀大肌，把我们的胸口跟我们的大腿越来越靠近，伸展我们的臀大肌。好，接下来呢，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脚往上延伸，双手抓到小腿肚，尽量让我们的膝盖打直，更加强了我们整个股二头到半腱瓣膜的伸展。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脚侧放到我们的对侧脚的大腿，慢慢的双手抱到我们对侧脚的后大腿，同时呢，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去伸展到我们的臀外侧以及我们的梨状肌。记得我们要做动作上的换边哦。一样，双手抱到我们的膝盖位置，慢慢的把我们的臀部往后延伸，大腿靠到胸口，慢慢的向上延伸，双手抓到小腿肚，上背慢慢起来。记得在我们做动作伸展的时候，你都是保持吸气吐气，放轻松的就好，不用深吸深吐，轻松的呼吸，自然的放松。好，放到我们的对侧大腿，双手抓到我们的后侧大腿，慢慢的把你的大腿往你的身体靠，有效的伸展我们的臀外侧以及我们的梨状肌。下一个动作呢，我们会伸展我们跑者非常重要的股四头肌。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高跪姿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高跪姿的时候，我们的股四头肌就会被做到一个拉长方式。你可以的话，先把你的同侧边的要伸展的手往后延伸。那如果我觉得这样就紧绷，你就保持在这样的动作。如果还可以，你的对侧手也往后延伸，去伸展我们的股四头肌。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手放回来，我们就换边做一个高跪姿，同侧边先往后延伸，伸展如果 OK 了，再让对侧手也一起下来。好，如果两边都做完了，你觉得 OK 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双脚一起做一个往下延伸的动作，两脚一起伸展。跑者的股四头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所以你一定要有花时间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的负担相对的在每一次落地的时候，都会为你的膝盖带来很多的帮助冲击，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去伸展它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侧腹伸展，踝膝髋肩成为一直线，身体成一个侧身的动作。上面那只腿呢，帮我跨到下面那只腿的膝盖上方，把你的右手往外顶出去，让整个侧腹有更多的延展，像一个美人鱼一样。保持深呼吸，放松。记得一定要把你的髋关节往外推出去哦，让你的侧腹有更多的延伸，更多的伸展。换边。好，接下来呢，我们慢慢的呢，身体会成一个俯卧的动作，把你的脚往后延伸，慢慢的腹部往下伸展我们的腹直肌，脚背可以顺势的放松，平贴在我们的瑜伽垫。好，慢慢的腹部伸展完之后呢，把你的左脚髋关节侧身的延伸出去，我们伸展更多的臀部的以及内侧的肌肉往前延伸。这个动作呢，可以更多的去伸展到我们的内收肌以及我们侧边的臀中肌。好，我们慢慢的换边，一样把侧边髋关节延伸出去，放轻松的伸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伸展我们的背部的一个延伸。去做一个背部的伸展，往前延伸。如果可以的话，你的手可以再往前抓多一点点，增加伸展的长度，然后在你身体可以控制、不会紧绷过多的状态下保持哦。好，我们现在慢慢的起来，把你的左脚往后延伸，右脚做一个弓箭步的动作。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伸展我们跑者非常重要的屈髋的髂腰肌。双手呢，放在你的大腿的膝盖上方，把你的前脚往前延伸。这个往前动的动作呢，你的膝盖往前的时候，你的对侧边的髂腰肌有更多的伸展，保持上半身打直，眼睛直视前方。好，慢慢的膝盖回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换边的动作，一样站稳弓箭步，双手放到你的大腿，慢慢的往前延伸。好，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双手撑地，进入到我们的小腿腓肠肌的伸展，膝盖往上抬，脚后跟踩地，膝盖打直，伸展我们的小腿腓肠肌。好，我们慢慢的换脚，脚后跟踩地，然后一样哦，把你的对侧脚放到你的脚后跟的位置，把它往下压。接下来呢，慢慢的把你的前脚往前踩，然后把你的重量往前脚压下去，伸展我们的比目鱼肌。一样哦，脚后跟帮我踩住在我们的地面上。然后你的膝盖是弯曲的，用你的身体的重量往下伸展。好，我们换脚往下压。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整个小腿慢慢的放松开来，原本紧绷的肌肉就会随着你的伸展慢慢的舒缓。
那今天呢，大家有跟着我们学习的静态伸展，这也是很多跑友啊常常忽略的一个状况，因为跑完之后都赶着回家洗澡。可是我会建议啊，当你在洗完澡之后，你可以做一个静态伸展，不单只是对于你的肌肉紧绷的长度去做到一个恢复的状态，同时呢，在做静态伸展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心率都会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其实这对于你的睡眠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很常讲啊，就是说，运动伤害的形成不是偶然，其实你每一次的训练后，你就少做这个静态伸展，它就多那一点。那训练它是长时间的，如果多那一点，你想想看，你在整个长时间的训练当中就多了这么多点，当然啦，你的运动伤害发生的几率可能也会比别人来得高。所以请有效的把这个静态伸展加入到你的运动后。那最后呢，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到底跑了没会持续推出跟跑步有关的一些教学内容，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是光头神童，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大家拜拜。那按摩滚筒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及代谢，将含有新鲜的氧气及养分的血液送至我们的软组织，那可以更快速的加速我们的软组织来进行修复的动作哦。那按摩滚筒的好处也包含了降低我们的肌肉疼痛、发炎，增加我们的关节活动度，降低我们训练后的压力，包含生理、心理。最后就是降低我们的延迟性疲劳，我们在运动后的一些肌肉的破坏，那我们透过按摩滚筒都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我们的身体的不适。那我们按摩滚筒的方式呢，一共分为4种。第一种静态压迫，降低我们的局部的疼痛；第二种动态压迫，降低我们肌肉的紧绷感；第3种来回滚动，增加我们的血液流通；第4种关节活动，增加我们的关节活动度。那这4种的一个按摩方式呢，其实就是可以依照你的个人状况来去搭配使用哦。我其实会建议先滚完一只腿，再换另外一只腿。好，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一只腿的感受先让去做一个对比。有滚筒按摩后的肌肉其实会比较放松，那就会提醒你一定要记得2只脚都要把它放松完毕。